你的 YT 被干掉了。YouTube 合作伙伴经理，今年年中开始不理我。我透过 Google 去各种提到了他的 Threads， 我看到他的tweet上面全部是骂蓝白，分享很多八囧的节目，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不理我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复查了一天，结出一些经验跟因素了。我就在你打来之前，我又知道一个消息。什么消息？为什么我的 YouTube 合作伙伴经理今年年中开始不理我？然后我刚刚寄了很多，包括证件什么都寄给他，然后他也不回。啊？我透过 Google 去各种发现，提到了他的 Threads tweet 的账号，我看到他的 tweet 上面全部是骂蓝白啊、小草，分享很多八囧的那个节目，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不理我了。哇塞！太扯了吧？认真吗？我给你看一下吧。哇！你分享 YouTube 为什么会限流，我就知道了。然后那个人他之前在另外一个社群平台，我刚刚都去看到了，他给八囧那个频道说，就是说你们这些创作者有多么不容易，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后台会就是持续的帮助协助你们，我知道，我就大概知道。那他们是做 YouTube 的经理，他们肯定有的是推荐的算法资源给到他们，那其他的频道他们不喜欢的就会去压制。我跟你看一下，这个就是你打来之前我才发现的，就是差不多这10几分钟我才找到。我给你看一下，我先发第一张，我一张一张给你看，这些东西你可以把它确认，我传给你，你可以读出来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我现在传给你第一张图片是我的 email， 这是我之前跟他进行一个什么会议啊，把会议总结。为什么能找到这个经理？就是他们寄信过来不是透过一个系统的那个，而是他们自己在内部的一个 email， 然后他们前缀是他们的名字，然后再 @Google 或者是 YouTube.com， 对，那个前缀，所以他们那个公司邮箱的钱大概就是他们的名字。OK， 所以这一张第一张 email 的截图就是之前那个 YouTube 经理跟他经常来往，然后我透过他的这个 email 地址，我给你第二张截图，是我刚刚去搜证，为什么他一直不理我？在 Google 上面，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些搜寻记录，比如说第一名有个跟他同名同姓的，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上海人，完全无关，所以一般人很难查到，就是这么细，你可能就忽略了，你可能会觉得找不到。然后呢，我滑到底下排名10几名开外，找到了一个来自于 Threads 一个贴文，里面就有那个 YouTube 经理的名字。他过去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比较支持就是绿色的理念，所以呢，当时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主要的支持者是来自青鸟嘛，一口气那时候我记得你订阅也冲破50万，后来然后流量也非常的好，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八囧的同行啦，对，同一个赛道。然后我记得八囧去美国你们有见吗？见了2次嘛。事实摆在面前，而且有很多的一些非常不理性的一些政策，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盲目的去合理化，那我就觉得这些台川粉就很白痴。他肯定是要搞你心态的，这个是毋庸置疑。如果他不搞你心态的话，他怎么打败你？因为他现在哪里没辙嘛？你每天这样揭发他们，你每天针对他们的一些事情去进行嘲讽跟反讽，他们如果跟你正面刚，只是让你有更多素材，所以他们现在直接用偷家的方式。其实这个偷家是釜底抽薪啊，这个比较危险。说实在，那可是这个有效啊。你这个频道怎么办？救得回来吗？我现在在这个 Threads， 还有就让大家帮我去在下面留言提及 Team YouTube 或者是 YouTube 团队，他们能够看到。对，所以希望就是以目前观众朋友可以去搜寻我的账号的 ID， 或者是陈老师来的，还是陈宇正可以找到我。他们 YT 这个 Team YT 这个团队呢，他们在 X 这个平台上面有专门设立一个协助创作者的一个管道。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被干掉了？就昨天晚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那我长期就是后面流量被压制，我就觉得那我就是被盯上，所以慢慢的再找到一个时机然后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就把我关掉了。油管现在整个环境不好做，就觉得就是对比你看现在这些人这么急。我之前在做绿的节目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蓝白的跟绿的一些内容，那我很明显就选边站了。我现在退一步讲，就是现在我很坦诚的讲，我那个时候就他们就选边了，我就站在绿营那边，然后我频道也有蓝白的观众，没有任何人去言语暴力或者攻击我，完全没有，只是偶尔有那么几个人他会说你的频道就是可能就是越来越绿了，没法看了，或者走中了怎样，但是他们不会很激
性的去言语攻击。我只是说非常荒唐，就是说他们做事情，他们是只要能够达成目的，再下流的手段他们都敢使。我还是会抱有希望，对于 YouTube， 我给 YT 多少广告 ，YT 要给我打钱呐、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这个平台上面帮 YT 打了多少广告？前面强调几次了，不要讲名字，但我就忍不住要给 YT 打广告，讲全称。我就爽，怎么样？我就讨厌你，所以我就是要弄你。你跟他没有任何沟通的空间，大家不要想着跟傻鸟这种生物有任何可能的沟通性。我已经试过太多次，他们现在攻击我，每天就只会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对我的小孩子进行攻击，他们就没有任何的道理。然后你把他封了，还说你为什么要封我？你对我人身攻击，我封你不是刚好而已吗？没有然后最好笑，他们经常在封我。绿的他们的发言人，民进党的发言人叫做戴伟山，他竟然把我给封锁。我是在台湾的媒体正经职业的媒体人，然后他可以把你封锁。然后我在节目上遇到他，我跟他说：“伟山，不要搞封锁嘛，对不对？大家都见到面来封锁。”他说：“好。”他会删，没有，完全不能继续封锁。然后你跟他加了赖他赖也给你封锁，你跟他讲话也没有用。他们的人员都已经会干这种事情，那这群傻鸟有样学样，这也只是刚好而已，非常荒谬，连他们自己的党公职都敢做这种带头霸凌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扯，但是他们就这样干，那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对，善良不正向良歪，而且你看八炯他也是做这种事情，所以他们整个团体就是这样干。但你现在说等那个之外，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就可能就是社群上希望官方能够重视到这种问题，因为我也发现不是1个2个创作者遇到这种类似的状况。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浪费时间，你可能要寄信去跟他们说，如果你不还我频道，我就起诉，他们通常就会让。我有考量这个东西，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还是抱有希望。这个只能说我最后为了维护自己权益，最后的考量。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油管是这样。之前我也是遇到好几次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一次就很生气，我就说你们这样子是对我们的种族歧视，我要对你提告。全部给我拿那种罐头语言搪塞，我说你不要再拿罐头语言搪塞我了，因为我们用英文跟他吵架，最后说我说你们这个就是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不然的话你们不会这样回应。然后我就火了，我就说叫你们主管出来。然后呢，他在那边推三阻四，后来真的主管出来，主管说还是得跟你讲，我就火了，我说你们这就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否则你们不会这样对我们这一些创作者啊！我就说，如果是白人创作者，你们敢这样说话？我刚刚讲的3次的这个 YT 的这个官方直接联络的这个经验，其中有一次就是他们永久做出了那一项决定之后，后面隔一阵子我去联络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解除了，就是在此之前也明确跟我讲了，不行，这是最终的决定，永久的这个处置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再推翻了。OK， 我就放弃了。那后来我找到了很多的经验，然后隔了一阵子，我综合所有的经验，然后让 ChatGPT 花了10几分钟，然后当然那个我不是让 AI 乱写的，我给了很多的经验，深入研究出来的，给他一些关键词去提示，里面其中一个因素，我觉得或多或少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因为那一封寄出去之后，跟他们取得联络之后，他们就完全的跟之前不一样，就因为之前告诉我你永久的移除了永久的处置了，所以没有办法。那封信里面跟他们沟通里这个提到了什么内容？我说我的这个 YT 它的内容是跟时政相关的，所以它具有历史性。我的这个 YT 在这个地方的审查人员，那个华语地区的，我相信我们作为人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个立场，作为真人他也有自由的裁量权。因此我希望这关于我的频道此事透过就是非中文地区的英文的工作人员重新的深入调查此事，高级主管那个就非常爱。所以我当然我讲的不是说只有这一点，我提到了列出了很多点，所以那我这些点每一点都能帮我加分，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讲的非常关键，就这一点是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是比较接近的，一些个人的判断可能立场可能这些因素的不同，那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处理的结果，非常的自由的体谅。我真的是跟你的经验是有类似的，以前我以为我就是都很孤单，然后你今天跟你这样对仗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油管号称很自由，他号称什么主题他都能讲，可是我跟大家讲了，根本鬼扯，他们的偏好属性非常明显，他基本上你什么都能讲，都能上传，但没有流量啊。等同讲的没有用，像阿 B 的话，虽然他确实有很多事情不能讲，但是但凡他让你发出去之后，他的流量是蛮稳定的，他的推送也蛮稳定的。然后所以我就这就是很荒谬，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今天你看到油管像自由世界一样，
可是他是背后的手伸得很深很长，而且很没有道理，很蛮横。就是然后阿 B 看起来很谨慎、很小心，然后很多东西不能发，这个不能发，那个不能发，讲这个会被掐，那个讲那个会被掐。但是但凡你能发，基本上都很顺。所以你就这已经很 confused， 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或者哪个比较好，哪个不好，你知道？就是这种感觉，这很非常。就是阿 Y 跟阿 B 之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客观来讲，我是觉得 YT 它的垄断的这个一家独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为什么你会觉得蛮横比较野蛮？就是它就是垄断。对，因为你想今天在其他的领域，我们比如说用影音串流平台，这个价格它会有些价格会竞争，那是因为你可以看 Netflix， 你可以看 Hulu， 你可以看台湾的 Friday、Live TV、爱奇艺等等之类的。那为什么手机这个，比如说 Apple， 我的手机出现任何故障，我是 Apple 的售后，我不知道这个就是阿 B 有一些很忌讳嘛，就是不能这样使用。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完全归咎于平台，有很多 B 是哩哩啦啦的这些政策，我觉得也不完全客观。我就觉得这个或多或少跟每个地区、每个国家地区的他们对于这些 YouTube 内容，这个平台释出的内容，它都有一些相应的规范。那国内又是比较谨慎的。那 B 我觉得不是 B 平台的谨慎，因为它又就是很像 YT 啊，它去到一个其他国家，它也必须要遵守那个当地国家地区的相应的一些政策嘛。你比如说 YT 好像台湾最近前阵子还是什么时候也要出台一些什么东西，这些竞争平台啊，他们也会好像就是要执行在地的这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受限于在地的这些政策，所以包括 BB 他那么多的，就是他有他的政策，我觉得更多的，对，我就觉得他框条更多的是大环境吧，就是取决于上层政策。你如果真的让他去比的话，我觉得他也并不一定比其他的就是国外的主流平台。这个 BB 的话，我是没有完全去用过了，但我觉得还是客观的去 YT 的话，我是最主要是真的，如果再来一个平台，比如说国际上也有一个叫 BB 的平台，那么并且它的体量也发展差不多大，那 YY 的这一个服务政策就不会这么蛮横。我觉得这事情也是很有趣，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大陆的平台正在出海，很明显就是正在对很多内容正在出海，然后也更多的创作者，然后更多的观众会去使用到大陆平台，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阿 B 啊、某抖啊、某书啊，对不对？像这一种的这个确实它的受众在增加不少，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看到油管的问题就是它的广告分润越来越差。这我了解。你知道21年的时候的广告分润是现在多大概有1倍。同样的这个转传的话，当时疫情的时候给的非常的好，但疫情可能有一些特殊性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就像你说的，缺乏竞争的结果就是油管现在在外网是一家独大，在外网这样一家独大的情况之下，这基本上像我们这些做油管的这个应该算是老新人，大家就会感受到其实整个行业它的一个封闭性正在增加。基于创作者，就他会在这个两者之间的非常不公平的这个平衡，就拿两者之间呢，就是创作者跟广告商之间，他是非常在乎广告商的利益，因为他觉得那些是广告商会给钱。但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创作者在你这个平台上面持续的耕耘，也没有人会留在这个平台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应该是你应该这碗水要公平的去端正，而不是导向去这个广告商，完全导向广告商那一边。像 YouTube 之前说他们会改进这一块，但没有看出来有明显的改善。而且 YY 啊，这个他那个黄标不也是非常的不公平嘛？对，他就是完全为广告商考量的呀。所以做YY 是越来越难，就是框条太多了。实话，我说真的实话，这个现在做油管真的是不好做。说真的，比起以前难做很多。我团队越养越多人啊，但是它的成效没有得到很直接显著的提升，只是说能维持住一定程度的成效，确实是这样。是，所以这有差别。你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人在成都。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说我一定喜欢中国，我一定喜欢美国，一定喜欢台湾，我没有去认同任何一方。我到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就在国内就好了，我也没有说我就一定喜欢国内的。但是呢，我是觉得，我到了国外之后，我才发现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我会之前觉得在台湾会觉得想说什么，并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对。并不会有这些，我觉得大家应该民主
这个社会它有更高的一个素养，民主的素养。对，但是我发现民主的很多的民主地区的人呢，他们的素养没有很高，反而相对的很低呢。青鸟 for example， 对啊，只要我不要你同不同意，我只要我同意啊，我不管你民不民主，就是民进党做主。我不要你觉得，我要对，我觉得。我讲难听点，我现在也不喜欢中国啊，就是有些地方了，不是说这个国家了，但是我频道从那以前就不太受那边讨喜，然后我讲的那些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好的内容，但是你可以比较的是，我讲了那么久，我没有被遭遇过现在这样的霸凌。小粉红有，但是有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吗？偶尔那么一两个，他们比较过激，但大部分人他们表现的过激是要来跟你这个辩，要跟你讲。对，所以我觉得讲这个的话，就算不管怎么变，我至少是尊重的，因为他会有他的立场。好比说，我就觉得成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城市，我有我的立场，我可以讲出原因呢。然后比如说国内的或者是当地的成都人，他可以基于他对于成都这个地方，他有他的家乡的爱，他可以讲我们家乡虽然哪里不足，但有很多美好，但他就很激动了要跟我辩。那我觉得这是基于立场，这个我就觉得尊重，对吧？所以还有我也是跟这个相关联的，我觉得对比之下，孰高孰下，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也讲到，就是国内很多地方，我觉得蛮遗憾都没能去。对，那以前我会觉得民主世界就是台派啊、青鸟，我觉得至少他们是支持民主的。那么我就很坦诚的讲，我说国内呢有很多地方蛮遗憾的都没有去，然后偶尔有时候做节目会提到，就是我们老家，然后讲对于故乡的一些思念。我觉得民主世界那更加会包容，会讲更比那些粉红会更理智吧。那时候我就觉得粉红是比较低能的，但是后面随之而来的波澜，我是万万没想到，他们会把我这种想法定义为毒，而且说我是没有排毒，没有排得很彻底。他说我有那种大中华的那个大一桶他们会攻击一个东西叫做滑头滑脑滑臭味。你好滑哦，你滑味很重你好臭哦，你知道吗？说这天啊，这公杀小哥朋友，对不对？对啊。哇，那你讲的不是中文吗？中文不就叫华文吗？对啊，我那时候就有讲啊，你可以不喜欢中国，或者是你可以不喜欢任何国家，你不喜欢美国，不喜欢美国里面的某一个党派或者某一个 party 某一个政党。OK 都没有关系，但我跟你讲的是，我喜欢成都，我喜欢中华料理，我喜欢中国长城。台派口中他们绿色的民主，你再怎么支持，他们会始终认为你是吃国来的，你讲的资语，你喜欢什么吃国料理，那你就是没有排毒。然后我当时也讲了，对我就是中国味啊，这个没有办法，我要割掉吗？然后他们有些人，我就当面回应了，我要割掉吗？不是这，然后他们就，如果今天真的是要骗流量，很好骗的，我也知道鸟流量很好骗的。我说，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我就是一个知人，哎呀，这个真的是我的这个造孽啊，上辈子没有投好胎。可能他会觉得，天老师你讲的也太好笑了，是下辈子我们都要做台湾国的人，哈哈哈哈。但我他们没有要骗你们，我就是觉得中国的料理好吃啊，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你坦诚跟他们也不行，他们宁可你说谎。当然，这个宁可说谎是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因为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陈老师是真的让我很敬佩。大家都是创作者，你有你的历史。如果你今天有什么要问的留言，那我就回应就好。但具体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应。但我觉得道理是这样，就是说至少你还有点人味，你知道吗？然后比如说刚才讲到那个真的是关键，因为如果你今天阉了你自己的 DNA， 那确实这些傻鸟会非常爱你，因为他觉得他们发现了，哇，中国人也有革自己中国人命啊，对吧？然后他们就很开心，他们就咕咕叫那个，你看这，你看他自己都不想当了啊，所以看最有趣这89，他最早的时候叫做最嗨辱华频道，结果后来呢，我说你为什么辱华，他改成辱共频道，然后呢，在现在呢，现在放了个大鹰派，就还吃瘪了，被人家发现他是纳粹。这些人就是我讲白了，真的很低级，然后他们内心很脆弱不堪，对于自我的认同、自我的怀疑。我有时候想说，你不是要搞这个吗？你不是要搞台湾？你不是要搞台独吗？那你就有点自信啊！你台湾抬头挺胸啊，怎么动不动说什么唱衰台湾什么的，就是非常的自卑，极
极度自卑，他们多希望今天陈老师不是那个跳出来跳反的，而是继续的一头往前栽，革了自己的 DNA， 淹了自己的祖宗。我觉得陈老师自从返回来对青鸟进行批判之后，有很多事情他在看待他是比较公正的啦。你要知道油管有多么的夸张，你看今天这个事情你就知道，50万的油管频道被抬走，直接被干掉，没啥理由的。这个你平常你是绝对看不到的啦，这很难啊，因为50万的频道要被干掉那很难，因为在油管50万频道是很大很大的频道了。